看样子有位小姐还没有倒过时差。现在是美国时间中午12点。哦，可我怎么记得有的小夜猫子有时这个时间也不会乖乖睡觉。我最近应该很听话吧，而且在睡眠时长的话题上，你应该很有发言权。是这样没错，但我并不打算把这些时间用来做会议准备。毕竟有位同学提出想趁这次机会参观我硕博期间的实验室，我希望留给你的时间是完整的，不会被其他事打扰。是的，那里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地方。这种感觉就像是邀请你走进我曾经的那段人生，它应当是正式的，也应该值得你的期待。那间屋子的家具陈设的确会造成些误导，不过客厅的收音机和座钟都只是摆件，厨房的不锈钢水壶也是固定在桌面上的。至于电扇和电视机，包括那台缝纫机，倒是能正常使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古董了。等你醒来的时间太过难熬，总要找点事做。事实上是我有些好奇，没想到它的主人会保留这种风格，或者说是刻意在维系。劳森博士当年带着整个实验室来过这里。我记得那是个秋天，当时刚结束了一个阶段性实验。这个实验的进程很漫长，几乎每个人都耗费了不少精力。幸运的是，结果超出预期。作为一种庆祝，又或者只是单纯的需要休息，实验结束后，博士便提出请大家出去玩。可以这么说。起初我们都以为估计就是找个不错的餐馆吃饭聊天，要么是去剧院观摩演出。直到大家纷纷收到博士的邮件，才知道我们被强制特批了5天假期，目的地就是现在这座山庄农场。不完全是。后来大家基本把这里当成了实验室分部，差点把器材搬来了。幸好农场主人是博士的故友，才没把我们赶出去。农场主人是位华裔老先生，据说他和他太太年轻时就来了这里生活，这片苹果园也是他们亲手栽种的。或许正是因为离开太久，才更需要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巩固那份记忆吧。这样吗？我在巩固，因为我不仅是自己来到这里的，今天
我和我的女朋友一起重新来到了这里。我要再仔细看，认真看，更清楚地记住你现在的样子。吃了苹果，当然要算，准确说可是苹果全宴，有苹果派、苹果松饼、苹果沙拉、苹果炖肉。那就把它们一个个都吃掉。我说了，等你睡醒的时间太难熬了，没骗你。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会不会有颗苹果砸到我头上？那你呢？我印象中的故事好像不是这样的。那在你的故事里，你是谁呢？因为魔镜无所不知。墨镜小姐，我中毒了，可以来吻我了。我是这周在伦敦做演讲，实验室现在的负责人是我当时的大师兄科特，他毕业后就留了下来继续研究。今天恰好带着学生们和别的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了。看样子今天不会有人回来了，那我们恭敬不如从命吧。靠窗那个台子是我当时在实验室最常坐的位子，因为每次都坐那里，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工位。即使来晚了，大家也会把这个座位留给我。不过在图书馆我不太有固定的座位。我其实一直不知道那些早早就在查资料的人究竟是真的早起还是根本没睡。偶尔天气很好的时候，也会有教授带着我们坐在草坪上上课。这个自动售卖机会吞硬币，不知道现在治好了没有。一般大家都会住在这里，基本都是单人间，独立性很好。一般在等待实验结果的时间里，大家会在这里休息，偶尔也会打一局 Noon。
准确来说，算是一种传统活动。确实有一件有意思的事，过去凡是在重要的实验结论出来前，大家会默契地让一位同僚去多摸摸机器，然后对着机器祈祷，而往往结果总是不会太差，甚至大概率超出预期。原来我当时确实很惊讶。原来那天是这么热闹。他们的理由是，我看邮件获得信息的速度会更快。然而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我先把东西拿到车上，你在这里等我。晚上不如就在农场的生态餐厅吃吧，这样可以早点休息，不会太累。还是说我们去远一些的地方吃点特色菜？确实很鲜艳，像一颗苹果。在这之前，我也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我今天感受到了那些过去无意义的时光所拥有的意义。原来我的梦里还有很多人。你说的对，人很复杂，也很贪心。我因为你接受了很多的事物，从而想要的更多。我好奇我自己还会因为你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好奇你又会带给我什么样的惊喜。而除了好奇，还有期待。魔镜小姐，可以告诉我，你现在眼中的我是什么样的？
你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柔的注视，让我觉得我被你看见，被你爱着，让我快乐又满足。是你拥有我，才令我完整。一直拥有着我吧。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会拥有这样的我。